一辆前脸报废的宝马 M4，在经过一堆车贩子的竞价哄抢之后，价格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6000多美刀，都快赶上昨天的劳斯莱斯了。而且要知道，一辆全新的 M4也不过才8万多美刀，杰瑞也没想到价格竟然能这么恐怖。虽然他想要这辆车很久了，而且在最开始拍卖的时候，起拍价也才几千多美刀，但随着众人的起哄和捣乱，车子的价格瞬间水涨船高。在杰瑞看来，这些人都不是真心想买的，纯粹是为了捣乱而来。看着眼前不断上涨的价格，他的心里也变得忐忑起来。现在这个价格虽说是不太高，但是越往上涨的话，自己的利润就越低。万一最后干到5、6万，那才叫一个血本无归。好在众人算是比较保守，生怕变成最后的接盘侠。杰瑞最后出了一次价格之后，就没有人再回应了，而这辆车也顺理成章的到了他的手里。反正目前不管怎么说，只要这辆车能翻新好，那么最后多少还是可以赚一点的。这次也不能算太亏。为了尽快的拿到车，他叫来了自己的好兄弟艾瑞克，两人一起长途跋涉，将那辆冤种宝马拉了回来。此刻他的心里是很紧张的，因为这辆车是前端受损，发动机也是在前面的，万一功能方面出现问题，那这次可真是亏到家了。两人将车子推过来之后，先绕着它仔细的检查了2圈，发现全车除了前端之外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问题。另外内部的方向盘也有毛病，安全气囊处于报废的状态。当然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。全车最让杰瑞感到惊喜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碳纤维车顶没有受到车祸的任何影响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节省了翻新时间，更降低了修复的成本，这样就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前端。在开始翻新之前，杰瑞找来了一辆功能正常的车子，将它们并排放在一起，然后拿出一些线路，将2辆车的跳线连接在一起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杰瑞估计是想将车子发动起来，但很显然并没有成功。接着他又来到了宝马的内部，想把后排的座椅拆开，然后找到后备箱的手动释放装置，试图手动打开后备箱。不过这个过程并不顺利，装置所处的位置很偏僻，而且杰瑞的手很难伸进去。好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，最终他也是成功了，而且还有一些额外的收获。就在车子的后备箱里放着一套全新的大灯，还有一些功能模块等其他零件。这些零件的价值将近1万美刀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翻新成本，而且后续杰瑞也不用花费心思去找这些适配的零件，这也算是一次开门红了。另外，这辆宝马的电池也在后备箱里，但由于车子长时间无人使用，所以电池早就没电了。杰瑞进行了一番检修之后，还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，那就是上面的电线竟然是坏的，这就让他很疑惑了。正常来说，电池处于车子的内部，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出问题的。另外，要想订购一个全新的零件回来，需要等待3个多星期。对于杰瑞这种急性子来说，自然是无法接受的，所以他打算先自行修复，尽快的将车子发动起来，等新的零件到了再换上去。只见他拿上小钻机，将上面的螺丝全部都拧下来，这时外壳就可以被打开了。根据杰瑞的介绍来看，这部分是和前端的安全气囊连接的，当气囊爆开之后，上面的金属片就会被弹开，从而断开线路的连接。好在问题并不严重，他只需要将金属片重新压回去，这样一来线路就被连接完成了。不过现在车子依旧是不能发动的，因为这辆宝马闲置太久了。杰瑞需要先给电池进行充电，这时他又把之前那辆车开了过来，用线路将2者连接。这里我就不太理解了，电池都被修复完成了，为什么还需要其他车子的帮助？视频前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科普一下。这时杰瑞重新回到车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有了反应，仪表盘也显示出来了一些信息，但当他想发动车子的时候，却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反馈。看来这辆宝马的损坏程度大大超出了杰瑞的想象，这次算是把底裤都亏没了。接下来他打算先把车子洗一下，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了让他更加崩溃的画面，那就是后视镜上竟然有裂痕，车门上也残留了很多划痕。要知道这辆车大部分的车身套件用的材料都是碳纤维材质，更换修复起来成本相对较高，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这些划痕修复起来相对轻松。至于侧面的倒车镜，到时候买一个新的换上去就行了。另外现在电池也充电完成了，杰瑞对线路进行了一番优化之后，重新进入车内想将其发动。这次总算是成功了，但我总觉得这声音听着有点不对劲，好像是里面卡了东西一样。不过我也没有开过M4，正常运转时的声音我也没有听过。你们谁知道的可以发布在评论区。接下来杰瑞的首要目标是完善前端的散热系统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上面的金属零件都是扭曲的，基本上没有了修复的机会，但塑料件的功能依旧正常，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翻新难度。不过要想彻底把前端修复好，还需要拆掉上面的支架。杰瑞对其仔细的检查之后，发现它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就是缺少了一些零件。等会儿他去找图纸对比一下，然后采购一批新的零件回来。之前采购的一批零件，等待了几天之后终于到货，现在他正在进行检查。这些主要是塑料零件，作用目前我也不太清楚，但应该很容易就能安装。不过这里最让杰瑞感到惊喜的是眼前的这个纸箱子，里面有一个机油滤清器和火花塞等，都是终身保修的，相当于他并没有花什么钱。另外他还买了一套全新的散热器，之前的已经无法修复了，到时候可以当二手零件卖出去，应该会有人愿意买。
杰瑞汇总了一下目前到手的零件后，就开始了真正的修复。由于车子损坏的并不严重，所以修复起来相对轻松。他先把前面的冷凝器安装上去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冷凝器上面很脏，用的还是之前的零件。其实不是杰瑞不想用新的，而是他目前还没有到货，只能是这样先将就着用。现在前端看起来松松垮垮的，为了确保这些零件不会散架，杰瑞拿了一根绳子来固定，看起来属于是有点寒酸了。好在他对这种情况并不在意，认为只要车子能开就行，不用太追求外观的完整。当然这里一提到外观，那就离不开车身套件。这辆车的前翼子板受损较为严重，前端部位肉眼可见的扭曲，杰瑞这里没有修复的能力，只好重新买一个新的回来。虽说这样多花了不少钱，但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时间，能让车子尽快翻新完成。总之也算是有利有弊吧。两人对翼子板进行调整，然后将原本的零件拆了下来，接着把这些不用的东西全部装到箱子里保存了下来。至于前端用绳子固定的散热器，杰瑞总算是有了支架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，这个支架也是一个二手的，看起来有点脏，但功能却一切正常。这个情况对于这辆报废的宝马来说完全足够了。为了将支架安装上去，杰瑞对车头的管道进行调整。由于操作空间受到了限制，导致现在进度有一些缓慢，尤其是车子底部的金属片，他也是刚刚才发现，这里竟然有一些弯曲。好在损坏的并不严重，只是用小锤子敲一敲就好了。接着杰瑞和搭档一起将这个支架完整的安装了上去。此刻这辆宝马看起来似乎恢复了正常，下一步只需要把车身套件全都装上，然后对车子的线路进行优化，这辆车就彻底完成了。这次的工作总体来看还算顺利，并没有遇到太多的阻挠。杰瑞将这辆宝马启动，发现仪表盘上依旧亮着很多故障灯，这让他的心里有点犯嘀咕。明明很多地方都已经修好了，怎么情况还是这么糟糕？不过现在杰瑞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个情况，他只想赶紧的把车子给修好，先把前端的套件给装上去，看看最后的效果，然后再一点点的进行排查。另外他的同伙今天来干活的时候，顺便带了一个宝马的前脸，那两个经典的大鼻孔，就算没有宝马的标志，我想也没有人认不出来。虽然这个零件表面有一些擦伤，不过并不影响使用，到时候进行一番打磨喷漆，那就啥也看不出来了。接下来两人重新回到前端，先把前机盖上面完善一下，将橡胶条等细节固定好，然后把发动机旁边的一个盒子换了下来。这个零件具体叫什么名字，还有作用是什么，目前我也不太清楚，有了解的可以发表在评论区。现在这个前端的功能算是完善了，但还没有彻底结束。他和同伙两人先把引擎盖的栓锁装上去，接着找出所有未连接的线路，根据之前找到的全车线路图，将它们完整的连接起来。这一番忙活下来，天色已经是很晚了，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车子的修复进度也接近尾声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车身的缝隙衔接非常完美，粗细大小相对均匀，看不出来有一丝的翻新痕迹，这也算是一种成功了。另外在之前的视频中，我们能知道这辆宝马的安全气囊也是坏的，为此杰瑞专门跑了一趟 4S 店，买了一个全新的回来。看着中间宝马那个蓝白配色的车标，不知道会是多少人的梦想，什么时候我也能开上一辆宝马，那也算是人生赢家了。杰瑞将模块拿回去之后，就开始了最后阶段的修复。这里的乱七八糟的线路就是和安全气囊相关，由于损坏的过于严重，为了避免产生安全隐患，杰瑞找来了一组新的线路，将其一一连接起来，最后再和传感器相连。这样一来，这辆宝马的功能就彻底恢复正常了。接下来就是外观的完善，他先将两个大灯装了上去，这两个灯是买车的时候自带的，并没有额外的消费，而且还是原装全新的。杰瑞的动作也很麻利，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，这个车灯就安装完成了。最后他拿来了大鼻孔前脸，初步的将其扣了上去，接着不断的对孔位进行调整，生怕产生一丝偏差。好在杰瑞也是修车老司机了，对于安装一个前脸，自然也是信手拈来。现在这辆宝马终于完成，他对车身进行了全面清洁，最后给表面贴上了一层隐形车衣，至此这辆宝马就彻底完成了。